10岁那年，我爸意外去世了。然而律师问我是跟亲吗，还是拿走父亲留下的2个亿。上一世我哭着喊着要妈妈，结果他拿着我爸的抚恤金，转头就嫁给了隔壁老王。哦，不是赵叔叔，我成了他们眼里的拖油瓶，最后被活活累死在工地上，死的时候才28岁。回想那可悲可笑的一生，我简直蠢得彻头彻尾。而现在命运的岔路口再次出现，眼前这个女人哭得梨花带雨。你怎么就走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她哭得撕心裂肺，浑身瘫软如泥，要不是旁边有人扶着，随时都能直接瘫倒在地。上一世我就是被她这副模样骗了，以为她是真的伤心欲绝，以为她没有我活不下去，所以我扑过去抱着她的腿，哭着喊着非要跟她在一起。结果呢，她拿着我爸用命换来的抚恤金，不到3个月便欢天喜地嫁了人，嫁给了她口中一直照顾我们的赵强。我爸的骨灰还没凉透，那个男人就住进了我家，睡上了我爸曾经睡的新床，而我成了那个多余碍眼的存在，成了他们眼中不该出现的拖油瓶。赵强有个儿子比我大2岁，视我如眼中钉肉中刺。李兰为了讨好那个继子，对我非打即骂，毫不留情。我爸留下的那笔钱成了他们一家人吃喝玩乐的资本，成了继兄泡妞炫富的筹码，而我连学费都得靠捡破烂去凑，高中都没读完就被赶出门打工，美其名曰男孩子要早点独立。我在工地上搬了整整10年砖，最后因为过劳一头栽倒下去，栽倒在滚烫的钢筋堆上面，再也没能醒过来。现在我回来了，李兰搂着我说：小姨别怕，以后妈妈会好好照顾你的。他搂着我，眼泪鼻涕糊了我一脸，可他眼神深处却藏着东西，藏着不易察觉的急切和贪婪。见此情形，我并没有像前世那样哭闹，只是静静的冷眼看着他表演。这时我爸生前的好友走了过来，也是他的代理律师周叔叔。周律师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膀，随后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周律师说：李兰，小易，这是宁哥生前立下的遗嘱。周律师的声音异常沉重。宁哥考虑到了所有情况，他名下有一笔2亿的资产，已经做了公证，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小易跟你，这笔钱作为抚恤金和抚养费，由你代为保管，直到小易成年。听到这话后，李兰呼吸瞬间急促起来，她眼睛里迸发出骇人的亮光，死死盯住那份遗嘱文件。第二，如果小易选择不跟你，这笔钱将转入信托基金，由我代为监管，小易拥有唯一支配权，而你李兰将无法得到任何部分。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住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聚焦在我这个10岁孩子身上。李兰的身体明显僵住了，她难以置信地瞪着周律师，仿佛在说你怎么能提出这种选择。紧接着她立刻换上悲痛欲绝的表情，死死地把我抱在怀里。李兰哭嚎着说：周律师，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我怎么可能不要我的儿子？小易就是我的命啊！她一边哭嚎一边掐我胳膊，在我耳边恶狠狠威胁：宁毅，你敢乱说话，我打死你！你是我儿子，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上一世我被这话吓得浑身发抖，也被他那句妈妈不能没有你感动，可如今我只觉得阵阵恶心反胃。我能感觉到他掐我的手在抖，不是伤心，而是兴奋和紧张。2亿，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他一开始幻想拿到钱后的日子，幻想和赵强双宿双飞的美好生活。我慢慢的一点点挣脱出来，从他那个令人窒息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后，我抬起头迎上周律师那错愕的目光，我一字一顿清晰无比的开口：周叔叔，我选第2条，我选那2个亿。整个灵堂瞬间陷入死寂，声落可闻，针掉地上都能听见。所有人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目瞪口呆地望着我。李兰脸上悲痛的表情瞬间凝固，然后寸寸皲裂开来，最后化为狰狞和不可思议。李兰尖声道：宁毅，你说什么？她的声音尖利的像要划破耳膜。我平静的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却像钉子般扎人。我说我不要你，我要钱。李兰嘶吼道：你疯了！你这个不孝子，我可是你亲妈！李兰彻底失控了，她像个泼妇一样猛扑过来，扬起手就要扇我耳光，但她的手腕被一只大手抓住了。抓住她的人是周律师。周律师铁青着脸说：李兰，请你冷静，这是在宁哥的灵堂前，而且这是小易自己的选择。他一个小孩子懂什么？肯定是你教唆他的。周律师厌恶地甩开他的手说道：我再说一遍，这是宁哥的遗嘱，具有法律绚丽。既然小易做出了选择，我会立刻启动相关程序。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李兰彻底傻了，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怨毒和不甘，仿佛在看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她大概怎么也想不明白，一向懦弱听话的儿子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陌生冷酷。我懒得再理会他，我走到周律师身边，拉了拉他的衣角，问道：周叔叔，我爸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周律师身体猛地一震，他蹲下来认真看着我的眼睛，良久才沉痛地点了点头，说道：你爸是个聪明人，他只是太爱你了。一句话让我眼眶瞬间通红。是啊，我爸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看不出李兰的水性杨花？他只是为了给我完整的家，一直在隐忍不发，直到他查出绝症时日无多，才为我铺好了这条后路。上一世的我实在太蠢了，亲手毁掉了父亲最后的爱，这一世我不会再错了。我选那2个亿。
李兰最终还是被亲戚们拉走了。她临走时那怨毒的眼神，我刻在心里记了一辈子，但我丝毫不在乎。从我做出选择的那一秒起，我和他之间的母子情分便已断绝，剩下的唯有仇恨。周律师成了我的新监护人，他是个正直可靠的人。办完我爸的葬礼后，周律师把我接到他家住下，他给我看了一份长长的投资清单，都是我爸生前和他研究的项目，可我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周叔叔，前面这些全卖掉吧。周律师大吃一惊说：小易，这些可都是蓝筹股，是你爸精挑细选的，稳健的很。我摇了摇头说：太慢了。我伸出手指点在清单上，点在几个毫不起眼的名字上，把所有钱都投进这几家公司。周律师眉头紧锁地说：企鹅、阿里，这都是些什么公司？听都没听过。小易投资可不是儿戏。周叔叔，你信得过我爸吗？他愣了一下后，当然信。随即点头说：那就也信我这一回。这是我爸托梦告诉我的。我只能用这个蹩脚的理由，但周律师看着我的眼睛，那双眼睛静得不像10岁孩子，他竟鬼使神差地点了头。他不知道的是，我点的这几个名字，未来10年将搅动整个世界，成为最庞大的商业巨头，而我将是他们身后最神秘的股东。做完这一切安排后，我彻底放松了下来，给自己定下全新的人生目标：躺平。对，就是躺平。上辈子我累死累活，这辈子我要舒舒服服的过。我让周律师替我找了最好的私立学校，不是为了去苦读，只是为了那里的环境好，食堂好吃。我开始健身，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以后能有8块腹肌和人鱼线，穿衣服好看。我开始研究中国8大菜系，学着自己酿酒，不是为了当厨子，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我把所有麻烦事都丢给了周律师，后来又丢给了周律师帮我组建的专业团队。为首的那个男人叫老吴，一个华尔街回来的精英，被我用3倍薪水挖了过来。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别来烦我，有事自己处理，处理不了的就让他破产。老吴当时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败家的地主傻儿子，但他还是忠实地执行了我的命令。于是我的生活变成了：老板，企鹅公司的股价又翻了3倍，我们赚了50个亿。哦，知道了，别打扰我研究佛跳墙。老板，阿里公司马上要上市了，我们的原始股价值预计会突破1000亿。知道了，帮我看看我新酿的这批黄酒怎么样。老板，您上次随手买的那块地，政府要规划成新区的中央商务区，价值暴涨了100倍。老吴渐渐习惯了我的闲鱼状态，甚至开始帮我主动过滤掉那些不重要的几十亿的小生意，而我则在躺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名下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疯狂增长，但我对数字已经麻木了。我只对如何让自己过得更舒服感兴趣。我成了顶级富豪圈里一个神秘的传说，没人知道我是谁，只知道有个神秘的宁先生，富可敌国，却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我18岁那年，一个女人的出现打破了我平静的躺平生活。萧婉清，我的前未婚妻。我和萧婉清的婚约是爷爷被定下的娃娃亲。我爸去世后，我们家道中落，这门婚事也就没人再提。可谁也没想到，我爸留下的那笔遗产，在10年后会发酵成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虽然我刻意保持低调，但宁家的重新崛起还是引起了萧家的注意。于是在我18岁生日那天，萧家老爷子带着他的宝贝孙女亲自登门了，美其名曰履行当年的婚约。我第一次见到萧婉清是在周律师家的客厅，她穿着一身得体的白色套裙，长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脸上画着精致的淡妆，美则美矣，却像一座冰山，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寒气。她就是那种标准的女强人，被当作家族继承人培养，理智强大冷静。据说她20岁就拿下了双料博士学位，22岁接管家族企业，手段狠辣，让一众商场老狐狸都忌惮3分。她的世界里只有事业利益和数据，感情被她视为最无用的弱点。宁毅是吧？她坐在我对面，双腿交叠，目光像扫描仪一样在我身上扫了一圈，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和轻蔑。我当时刚健完身回来，穿着一身宽松的运动服，头发还带着汗水的湿气。我懒洋洋地应了一声，靠在沙发上，随手拿起一个苹果啃了起来。我的态度显然让他很不悦，他眉头微蹙。听说你高中毕业就没再读书了？读书太累。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健身、做饭、酿酒，研究怎么躺得更舒服。我实话实说，萧婉清的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所以你就是个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可以这么理解。我无所谓的耸耸肩，他发出一声冷笑，眼神里的鄙夷更浓了。宁毅，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这门婚事是爷爷辈的玩笑，当不得真。我萧婉清的丈夫必须是能与我并肩而立的强者，而不是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废物。所以呢？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所以我希望你主动去跟我爷爷说，解除这门婚约。他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道。作为补偿，我可以给你一笔钱，或者在我们公司给你安排一个清闲的职位。我差点把嘴里的苹果喷出来。给我钱，给我安排职位。他知不知道，他引以为傲的萧氏集团，在我眼里，连我资产的零头都算不上。我看着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突然觉得很有趣。上一世我连见他一面的资格都没有，这一世他却坐在我面前，用施舍的语气要补偿我。我擦了擦嘴，笑眯眯地说道：好啊。萧婉清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爽快。你想要什么补偿？他恢复了那副冰山脸。我不要钱，也不要职位，
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俯下身凑到他耳边，他下意识的想后退，但身体却僵住。我能闻到他身上那股冷冽的香水味。我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音量说：“我要你亲自去跟你爷爷说，是你配不上我宁毅。”萧婉清的瞳孔猛地一缩，她大概这辈子都没听过这么狂妄的话。她猛地推开我，站了起来，俏脸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宁毅，你不要给脸，不要脸！不要脸，脸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我重新坐回沙发，翘起2郎腿。萧小姐，是你先看不起我的，难道不是吗？她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你这种人，除了会投胎，还会什么？整天无所事事，混吃等死，和寄生虫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我乐意。我摊了摊手，我的人生我做主，不像某些人活得像个精密的机器，连喜怒哀乐都要计算得失。我的话显然戳中了他的痛处，他的脸色白了几分，握紧了拳头。道不同不相为谋，婚约我会去解除，从此以后我们两不相干。说完，他头也不回的转身就走，那高傲的背影像一只战败却不肯低头的白天鹅。周律师从书房走出来，一脸担忧。小易，你这样是不是太冲动了？萧家在京城的势力不小。周叔叔，放心吧，是他自己要退婚的，又不是我赶他走的。再说，一个连自己婚姻都做不了主的人，能有多大出息？我看着萧婉清消失的方向，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上一世他是高悬于天的明月，我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这一世他在我眼里不过是个被家族困住的可怜人罢了。我期待着会是怎样一副崩溃的表情，那一定很有趣。未婚风波很快就平息了，萧婉清说到做到。没过几天，萧家就正式宣布解除了婚约。我乐得清静，继续过我的躺平生活。老吴的电话依旧每天准时响起，汇报着我又赚了多少个小目标。我的个人财富已经膨胀到了一个我自己都懒得去计算的恐怖数字。但我依旧每天穿着几10块的运动服，开着一辆普通的代步车，穿梭于健身房和菜市场之间。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家快要倒闭的甜品店里遇到了一个天使。那是一家开在老城区巷子深处的店，店面很小，装修的古色古香，卖的是一些快要失传的中式甜品。我被门口那块手写的木牌吸引了，今日特供桂花糖蒸粒粉糕。这道甜品是我小时候我爸最喜欢做给我吃的。我推门而入，风铃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一个穿着淡青色旗袍的女孩从后厨走了出来。她长发及腰，素面朝天，脸上带着一丝被惊扰的错愕。看到她的那一刻，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她不像萧婉清那样美得有攻击性，却像一汪清澈的泉水，干净纯粹，让人看一眼就觉得心安。请问还有桂花糖糖蒸粒粉糕吗？我开口问道，声音竟然有些干涩。女孩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容，像春风拂过湖面，漾起圈圈涟漪。有的，您请坐，我这就去给您拿。她的声音也很好听，软软糯糯的。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很快，她端着一碟精致的糕点走了过来，放在我面前。粒粉糕被做成了小小的梅花形状，上面点缀着晶莹的桂花糖，散发着诱人的甜香。我拿起一块放进嘴里，就是这个味道，和我爸做的一模一样。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我的眼眶竟然有些湿润。怎么样？好吃吗？女孩在我对面坐下，双手托着下巴，一脸期待地看着我。我由衷的赞叹，和我爸做的一个味道。真的吗？她眼睛一亮，这道甜品的方子是我奶奶传下来的，她说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做了。你奶奶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人。她骄傲地挺了挺小胸脯。是啊，我叫沈幼雏，这家店就是我开的。你呢？我叫宁毅。我们就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聊了起来。我才知道他家学识渊源，祖上是御厨，他从小就对这些传统手艺耳濡目染。他不喜欢大公司的朝九晚五，就自己开了这家小店，只想把这些美好的味道传承下去。他的价值观竟然和我惊人的相似，我们都喜欢慢节奏的生活，都对传统文化有着近乎固执的热爱。那天下午，我就坐在那家小小的甜品店里，和他聊了很久很久。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他身上，为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我看着他说话时亮晶晶的眼睛和那不经意间露出的可爱笑容，心里某个地方好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我突然觉得，我那颗因为重生而变得苍老又坚硬的心开始重新变得柔软。从那天起，沈幼楚的甜品店成了我新的据点。我每天都会去雷打不动，有时是去吃一份他新研制的甜品，有时是去喝一杯他亲手泡的茶。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他忙碌。他很忙，店里只有他一个人，备料制作、招待客人、打扫卫生，他都亲力亲为。但他从不抱怨，脸上总是挂着满足的笑容。我开始学着帮他，一开始是帮忙洗碗，后来是帮忙择菜，再后来他甚至允许我进他的后厨看他制作甜品。他的后厨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各种器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他工作的时候很专注，像一个虔诚的艺术家。看着他那双纤细的手如何将普通的食材变成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是一种享受。有一次我在帮他搬一袋很重的面粉，因为刚健完身，我只穿了一件紧身的运动背心。沈幼楚站在我身后，看着我因为用力而奔起的肌肉，脸颊微红。宁毅，你身材真好。我放下米袋，转过身故意挺了挺胸，想试试手感吗？我以为他会害羞地跑开，没想到他竟然真的伸出了手，指尖微凉，带着一丝糯米的甜香，轻轻戳在我腹肌的沟壑里。哇，
硬硬的。他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眼睛瞪得溜圆，我的身体瞬间绷紧，一股热流从腹部直冲头顶。我活了2辈子，第一次被一个女孩子这么调戏，看着她那副天真又好奇的模样，我哭笑不得。我抓住她作乱的小手，她的手很软，像没有骨头一样。我压低声音凑近她耳边，她的脸刷的一下红透了，像熟透的苹果，飞快地抽回手，转身跑出了后厨。我看着她落荒而逃的背影，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女孩子真是太可爱了。我们的关系在这样日常的相处中一点点升温，我们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从美食到酿酒，从昆曲到古琴。我发现她就像一个宝藏，总能给我带来新的惊喜。她会弹古筝，会画水墨画，甚至还会自己做胭脂。她就像一个从古代穿越而来的侍女，浑身都散发着古典的韵味。和她在一起，我感觉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变得宁静而美好。我那颗只想躺平的心开始有了一丝波澜。我开始期待每天去见她，期待看到她的笑容，期待和她斗嘴，期待她不经意间的那些小动作。我甚至开始想，如果以后的日子每天都有她陪在身边，似乎也不错。我给她的甜品店起了个专属的称呼，叫我的御膳房，而她则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躺平的大地主。她说我每天无所事事，就知道来她这里收租，把她做的最好吃的甜品都霸占了。我知道我们之间就差一层窗户纸了，而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是一场意外。那天一个开着跑车的富二代来店里，一眼就看上了沈右楚。他油头粉面，言语轻浮，一上来就要包下整个店，让沈右楚陪他。沈右楚当然不肯，富二代恼羞成怒，开始在店里撒野，砸坏了不少东西。我当时正好在后厨研究新菜谱，听到外面的动静，立刻冲了出去。看到一片狼藉的店面和沈右楚那张吓得煞白的小脸，一股无名火蹭的一下就冒了上来。我2辈子都没这么生气过。我挡在沈右楚面前，冷冷地看着那个富二代，滚出去！你他妈谁啊？敢管老子的闲事儿！富二代嚣张地指着我的鼻子，我没说话，只是拿出手机拨通了老吴的电话。老吴，帮我查个车牌号，5分钟内让他和他家里的公司在京城消失。富二代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一阵狂笑。笑死我了！你以为你在拍电影啊？还5分钟让我家消失？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静静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死人。不到3分钟，富二代的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什么爸？你说什么？公司的账户被冻结了，所有的合作都取消了，怎么可能？我们得罪了谁？他的声音因为恐惧而颤抖，最后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手机从手里滑落。他抬起头，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我，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现在可以滚了吗？我淡淡的说道。他连滚带爬的跑了出去，连他那辆骚包的跑车都不要了。店里恢复了安静，沈右楚看着我，漂亮的眼睛里充满了震惊和一丝崇拜。你，我转过身看着他，心疼的帮他擦掉脸上的泪痕。别怕，有我在。说完，我没等他反应，低下头吻住了他那微凉的嘴唇。沈右楚的嘴唇和我想象中一样柔软，带着桂花糖的清甜。他先是僵住了，像一只受惊的小鹿，随即慢慢的放松下来，笨拙的回应着我。这个吻很轻很浅，却像一道电流击中了我的心脏。良久，我才恋恋不舍地放开他。他低着头，脸红的能滴出血来，不敢看我。沈右楚，我捧起他的脸，让他看着我的眼睛，认真的说道：做我女朋友好吗？他咬着嘴唇，长长的睫毛像蝴蝶的翅膀一样颤动着。过了好一会，他才像蚊子哼一样，轻轻地嗯了一声。我笑了笑，像个傻子。我把他紧紧地拥入怀中，感觉自己拥有了全世界，两世为人。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心动，什么是幸福。他在我怀里闷闷地说道：你刚才好吓人。吓到你了？你一个电话就能让一个公司破产，宁毅，你到底是什么人啊？我看着他清澈又无辜的眼睛，知道我不能再瞒着他了。我跟你说过，我是一个躺平的大地主。我刮了刮他的鼻子，我的地比较多而已。我把我的故事选择性的告诉了他，当然重生的秘密我没有说，我只说我爸给我留了一大笔遗产，我靠着这笔钱做了一些投资，赚了点小钱。沈右楚眨了眨眼，一点小钱能让一个公司5分钟内破产的是多小的一点钱？我想了想，用一个他能理解的方式说道：大概就是你的甜品店，我可以买下几万个吧。沈右楚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然后一脸震惊地看着我。你是千亿富翁？我点了点头，他沉默了。我心里有些忐忑，我怕他会因为我们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而退缩。没想到他沉默了半天，突然抬起头，一脸严肃地看着我。宁毅，你听好了，以后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我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我把他抱起来，原地转了好几个圈。好，都听你的，我的御膳房主管。他被我转得晕头转向，只能搂着我的脖子，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我知道我没有选错人，我爱的是沈右楚这个人，而不是他身上那些附加的光环。和沈右楚在一起后，我的躺平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起来。我们一起研究新的甜品，一起酿新的酒。他会拉着我去逛清晨的菜市场，为了1毛钱跟小贩争得面红耳赤。我也会带着他去吃米其林3星的餐厅，让他品尝世界各地的美食。他喜欢摸我的腹肌，说手感很好，像搓衣板。我喜欢吻他的喉结，看他因为站立而泛红的脸颊。我们像所有热恋中的情侣一样甜蜜腻歪。老吴对此表示，他每天都要被狗粮撑死。老板，这是环宇集团的收购案，需要您签字。放那儿吧，我先给右厨做个冰糖雪梨。老板，
这是欧洲皇室的晚宴邀请函。推了吧，我要陪幼雏去看新上映的电影。老板，萧氏集团的萧总想约您见一面，谈一笔合作。老吴说到萧总的时候，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我的手顿了一下。萧婉清这个名字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我淡淡地问道：“他找我干什么？”老吴解释道：“萧氏集团最近资金链出了问题，急需一笔大额投资。他们打听到我们一帆顺丰想寻求合作。一帆风顺是我让老吴成立的投资公司，也是我庞大商业帝国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落。但即使是这个小角落，对于萧氏集团来说，也是需要仰望的庞然大物。真是风水轮流转。当初那个高高在上，说我配不上他的冰山总裁，现在竟然要来求我投资了。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告诉他，想谈可以让他亲自来我的御膳房。御膳房就是幼雏的甜品店。老吴一脸懵逼，让他带着方案来，我看看他的诚意。我倒要看看。当萧婉清看到我和沈幼楚在一起，看到他曾经最看不起的废物，如今成了他必须仰望的存在时，会是怎样一副精彩的表情？我真是越来越期待了。萧婉清来的时候，我正在后厨给沈幼楚做她最爱吃的蟹粉小笼包。我穿着一件白色的厨师服，身上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沈幼楚则像只小猫一样，从后面抱着我的腰，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一边偷吃我刚蒸好的蟹黄，一边指挥我：“这里褶子捏得不好看，重来。”哎呀，汤汁要漏出来了，笨蛋！这个勉强合格，本总管准了。我任由他胡闹，时不时侧过头亲一下他的脸颊。厨房里充满了食物的香气和我们之间甜蜜的空气。萧婉清就是在这个时候推门进来的。她今天穿了一身黑色的职业套装，头发依旧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疲惫和焦虑，但依旧努力维持着她那冰山总裁的架子。当她看到眼前这幅场景时，整个人都石化了。她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传说中神秘莫测、手眼通天的一帆风顺的幕后老板，竟然会是她当初最看不起的那个废物。更让她想不到的是，这个废物此刻正系着围裙，在一个小小的甜品店后厨为一个女孩子亲手做羹汤，而那个女孩子正用一种宣示主权的姿态亲密地抱着她。萧婉清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她那双一向冷静理智的眼睛里充满了震惊、困惑，以及一丝她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狼狈。萧总，你来了。我仿佛才看到他擦了擦手，解下围裙，不咸不淡地打了个招呼。沈幼楚也从我身后探出小脑袋，好奇地打量着萧婉清，然后小声问我：“宁毅，他是谁啊？看起来好凶哦。”一个来要饭的。我笑了笑，捏了捏他的鼻子。沈幼楚没忍住笑了出来。萧婉清的脸瞬间由白转青，再由青转红，精彩纷呈。她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嵌进了掌心。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宁毅，你别太过分。”过分？我挑了挑眉。萧总，我没记错的话，当初是你亲口说我们两不相干的，现在又主动找上门，不是来要饭，是来干嘛的？我拉着沈幼楚走到外面的桌子坐下，将一笼热气腾腾的小笼包放在他面前。尝尝，刚出炉的。然后我才慢悠悠地看向萧婉清，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萧总，坐吧，有什么事说吧。我的态度轻慢随意，就像在打发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这和他想象中的商业谈判完全不一样，没有剑拔弩张，没有唇枪舌剑，只有碾压，赤裸裸的全方位的碾压。萧婉清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拉开椅子，在我对面坐下，从包里拿出一份厚厚的文件，推到我面前。宁先生，这是我们萧氏集团未来5年的发展规划，以及这次的融资方案。我希望……停！我抬手打断了他。萧总，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什么？现在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我靠在椅子上，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对你的计划不感兴趣，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我指了指身边的沈幼楚，又指了指自己。你觉得我和他配吗？萧婉清的身体猛地一颤，她看着我，又看了看我身边正小口小口吃着小笼包、一脸幸福模样的沈幼楚，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配吗？这个问题像一把尖刀，狠狠地插进了她高傲的心脏。眼前的男人英俊多金，权势滔天，却愿意为一个平凡的女孩亲手做羹汤，眼神里的宠溺是他从未见过的温柔。而那个女孩虽然穿着朴素，但笑容干净，眼神清澈，浑身散发着一种被爱包围的幸福感。他们坐在一起，就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卷。而自己呢，穿着昂贵的套装，拿着厚厚的方案，像个小丑一样坐在这里，祈求着这个男人的一点点垂怜。曾几何时，是自己站在他面前，用施舍的语气让他滚出自己的世界，而现在风水轮流转，巨大的讽刺和悔恨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他的骄傲，他的理智在这一刻被击得粉碎。他艰难地开口，声音沙哑的不像他自己的。你们很配，是吗？我笑了。可是我记得当初有人说我是个废，是个寄生虫，配不上他。萧婉清的脸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尽了，他知道我在羞辱他，用他当初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宁毅，我承认当初是我有眼无珠。他闭上眼睛，像是在用尽全身的力气。我向你道歉，但是公是公，私是私。这次的合作对苏氏集团真的很重要，我求你。求我？我打断他。
萧总，你用什么身份来求我？前未婚妻还是手下败将？沈佑楚在一旁听得云里雾里，但他很聪明的没有插话，只是默默的往我碗里加了一个小笼包，然后用他那双清澈的眼睛无声的支持着我。这个小小的动作却让萧婉清的防线彻底崩溃。他看到我们之间那种无需言语的默契，那种融入骨血的亲密，那是他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他一直以为自己追求的是事业的巅峰，是无上的权利，可直到今天他才发现，当他站在高处俯瞰众生时，内心是多么的空虚和寒冷。他赢了全世界，却输掉了唯一一个可能温暖他的人。宁毅，他再次开口，声音里带上了哭腔，算我求你了，好不好？他哭了，那个永远高高在上、冷若冰霜的萧婉清竟然哭了，眼泪顺着她精致的脸颊滑落，滴落在她那份引以为傲的方案上，晕开了一片水渍。我静静地看着她，心里没有一丝快意，只有一片漠然。上一世我或许会因为她的眼泪而心软，但现在不会了。我拿起那份方案，看都没看，直接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萧总，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顺便告诉你一句，我对收购一个将破产的公司没有兴趣，尤其是这个公司的老板还是你。说完，我不再看他，拉着沈佑楚的手，转身走进了后厨。身后传来了萧婉清压抑不住的崩溃的哭声。我知道，从今天起，这个女人的骄傲被我亲手碾碎了，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萧婉清失魂落魄的走了，我没有再关注她的后续，因为一个更恶心的人找上门来了。李兰，我的亲生母亲，她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沈佑楚的甜品店，直接堵在了门口。10年不见，她老了很多，也憔悴了很多。当年那个风韵犹存的女人，如今眼角爬满了皱纹，头发也夹杂着银丝，身上穿着廉价的地摊货，一脸的市侩和算计，一看就知道这些年她和赵强过得并不好。上一世他们拿着我爸的钱挥霍无度，赵强又染上了赌博，很快就把家底败光了。这一世没有了我爸那笔钱，他们估计过得更加艰难。他一看到我就扑了上来，想像10年前那样抱住我，我嫌恶的侧身躲开。小叶，我的儿子，妈妈可算找到你了。他又开始他那套哭天喊地的表演。有事说事，我冷冷的说道，没事就滚。小叶，你怎么能这么跟妈妈说话？妈妈知道你还在怪妈妈，可是当年妈妈也是有苦衷的。我和你赵叔叔这些年过得好苦啊，他做生意被人骗，欠了一屁股债，我们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小叶，你现在出息了，你可不能不管妈妈呀。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开始卖惨。他说着就要跪下来，我皱起了眉头。沈佑楚从店里走出来，看到这一幕，有些不知所措。宁毅，这位是一个不相干的人。我把沈佑楚护在身后，不想让他被这种污秽的场面沾染。李兰尖叫起来，指着沈佑楚，我怎么是不相干的人了？我是他妈，亲妈！你又是谁？一个狐狸精，想勾引我儿子，图我们家的钱是不是？沈佑楚的脸白了白，我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我一字一顿，声音冷得像冰。我再说一遍，滚！我不滚！宁毅，你今天必须给我钱，100万，不，1000万，不然我就赖在这里不走了。我还要去告你遗弃亲生母亲！李兰开始撒泼耍赖，她以为我还是那个可以任由她拿捏的软柿子，她以为我会在乎名声，会在乎别人的眼光。她错了。我看着她那张丑陋的嘴脸，突然笑了。好啊，我说道，你不是要告我吗？我给你这个机会。我拿出手机，再次拨通了老吴的电话。老吴，帮我联系京城最好的律师团队，再帮我联系几家最大的媒体，我要开个记者招待会，主题就是我和我这位亲生母亲好好算一算这些年的账。李兰愣住了，她没想到我非但没有被她威胁到，反而要把事情闹大。你敢？她有些色厉内荏。你看我敢不敢？我收起手机，冷笑道，李兰，你大概忘了10年前我是怎么选的。10年前我能为了钱不要你，10年后我照样能为了清静让你身败名裂。你不是喜欢演戏吗？我给你搭个更大的舞台，让你演个够。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死物。李兰被我看得浑身发毛，她终于意识到眼前的这个儿子已经不是她能控制得了，他是个魔鬼，一个比他更冷酷更无情的魔鬼。他指着我理了半天，最后终于扛不住那种巨大的压迫感，灰溜溜的跑了。世界终于清静了。宁毅，沈佑楚担忧地拉着我的手，她真的是你妈妈？曾经是。我反手握住她的手，放在唇边亲了一下。现在不是了，以后我的家人只有你。沈佑楚看着我，眼睛里泛起了心疼的泪光。他没有再问什么，踮起脚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别怕，以后有我呢。我抱着他，感觉心里那些因为前世而留下的阴霾正在一点点被他的阳光驱散。是啊，我还有他，这就够了。我以为李兰被我吓跑后会就此罢休，但我还是低估了他的无耻。几天后，网络上突然铺天盖地的出现了很多关于我的黑料。神秘富豪宁毅竟是当代陈世美，为娶豪门女抛弃糟蹋母。惊天秘闻，100亿富豪发身时竟是靠吸血亲生母亲，慈母泣血控诉。我的儿子被狐狸精拐跑了。一篇篇声泪俱下的小作文，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忘恩负义、嫌贫爱富、被美色迷惑的白眼狼，而李兰则成了一个含辛茹苦、被儿子抛弃的可怜母亲。沈佑楚自然就成了那个破坏我们母子感情的狐狸精。还有几张我和沈佑楚在街边小店吃饭的偷拍，一时间舆论哗然，无数不明真相的网友被这些小作文煽动，开始在网上对我进行疯狂的口诛笔伐。我的名字第一次以这种方式登上了热搜，甚至还有一些极端的网友人肉出了沈佑楚的甜品店，在店门口泼油漆、扔垃圾，骂他是不要脸的小
3。沈幼楚被吓坏了，好几天都不敢开门，他躲在我怀里，委屈的直掉眼泪。我抱着他，心疼的无以复加。宁毅，我没有，我不是狐狸精。我知道你不是，别怕，一切有我。我眼中的杀意前所未有的浓烈。李兰、赵强，你们真的惹到我了。我本来只想让你们自生自灭的，但你们偏要来招惹我最在乎的人。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我让老吴去查，很快结果就出来了。这一切的背后，果然是李兰和赵强搞的鬼。他们找了个3流的营销公司，花钱买了水军，自导自演了这出大戏。而更让我意外的是，这件事背后竟然还有萧婉清的影子。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但他旗下的公关公司却在这场舆论战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好啊，真是好得很。一个是我那无耻的亲妈，一个是我那不甘心的前未婚妻。既然你们喜欢联手，那我就让你们一起下地狱。我没有急着去澄清，也没有去撤热搜，我让舆论继续发酵，我要让他们站得越高，摔得越惨。3天后，就在全网对我的声讨达到顶峰时，我召开了那场我为李兰准备的记者招待会，地点就在京城最顶级的7星级酒店，最大的宴会厅。我邀请了全国上百家主流媒体，阵仗之大前所未有。李兰也被我请到了现场，她大概以为我是要服软，要给她钱了事，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萧婉清也来了，她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想看看我如何收场。我穿着一身得体的手工西装，牵着沈幼楚的手走上了发布台。沈幼楚有些紧张，手心都是汗。我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笑容，闪光灯像疯了一样闪烁。我清了清嗓子，对着面前无数的话筒和镜头，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大家好，我是宁毅，今天请大家来，是想给大家讲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我把我10岁那年的故事原原本本的讲了出来，从我爸的遗嘱到李兰的威胁，再到我最后的选择。我讲得很平静，没有一丝情绪波动，就像在叙述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但整个会场却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记者都惊呆了。他们大概没想到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一个惊天反转。李兰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她想冲上来反驳，却被我安排的保镖死死按住。当然口说无凭，我打了个响指，身后的大屏幕亮了起来，上面开始播放一段录音，那是10年前在灵堂上李兰在我耳边威胁我的那段话。你敢乱说话，我打死你！你是我儿子，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声音清晰无比，是我让周律师从当年他随身携带的录音笔里调出来的。我爸生前多疑，周律师为了以防万一，才录下了当时的所有对话。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录音一出，全场哗然，记者们的闪光灯全都对准了面如死灰的李兰。李兰疯狂地嘶吼着：“这是假的，是合成的！”我笑了，假的？那这个也是假的吗？大屏幕上画面一转，开始播放一段视频，是我爸去世后不到1个月，李兰和赵强在一家高档餐厅里举杯庆祝的画面。兰兰，我就说吧，那小子就是个傻子，肯定会选你的。那是我生的儿子，我还不了解。等拿到那2个亿，我们就去环游世界。来，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干杯！视频里2人笑得无比灿烂，无比刺眼。这段视频是我让老吴动用了一些特殊手段，从那家餐厅的监控里恢复的，铁证如山。李兰再也无法狡辩，她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倒在地。还没完呢！我冷冷地说道。大屏幕上继续出现新的证据，赵强烂赌的借条，他们变卖我爸遗物的记录，甚至还有他们当年如何虐待年幼的我的邻居证词，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所谓的慈母，所谓的苦衷，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整个发布会变成了一场对李兰和赵强的公开处刑，而我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最后大屏幕定格在一份文件上，断绝母子关系声明。我拿起话筒，我宁毅在此正式宣布，声音传遍了整个会场，从今日起，我与李兰女士断绝一切关系，从此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各不相干。另外，我顿了顿，目光扫向了角落里的萧婉清。对于此次恶意造谣重伤我以及我未婚妻沈幼楚小姐的所有个人和单位，我的律师团队将追究其全部法律责任，包括萧氏集团旗下的公关公司。萧婉清的身体猛地一震，她抬起头迎上我冰冷的目光，脸上血色尽失。她知道我这是在向她宣战，她也知道她输了，输得一败涂地。记者招待会成了当晚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舆论瞬间反转，各种词条轮番轰炸热搜。李兰和赵强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们不仅要面对道德的谴责，还要面对法律的制裁。诈骗、虐待儿童、伪造证据，够他们把牢底坐穿了。萧氏集团也受到了牵连，股价一夜之间暴跌30%，濒临破产。萧婉清焦头烂额，四处求人，却处处碰壁，没人敢在这个时候得罪我。他终于尝到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滋味。几天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给我打来了电话，是萧婉清。他的声音不再是冰冷的，而是充满了疲惫和沙哑。宁毅，我输了。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我打电话给你，不是想求你放过我，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说，如果当初我没有退婚，你会不会？不会。我毫不犹豫地打断了他。萧婉清，你从来都没有走进过我的世界，也不可能走进我的世界，因为你从来没有看懂过我。
你看到的只是你以为的，你喜欢的也只是你以为的强者，而我从始至终都只想做一个给我爱的人做饭的普通男人。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最后只传来一声轻微的、仿佛心碎的声音。我明白了。挂了电话，我知道这个女人这辈子都不会再来打扰我了。她或许会用她的方式重建她的商业帝国，但她的世界里永远都缺了一块叫做幸福的拼图。而我早已找到了我的幸福。我关掉手机，转身走进厨房。沈幼楚正系着我给她买的小熊维尼围裙，哼着歌，笨手笨脚的学着包饺子，弄得满脸都是面粉。看到我进来，她冲我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脸。大地主，快来帮忙！你的御膳房总管今天想吃3鲜馅的饺子。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她可爱的脸蛋上，温暖而美好。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在她沾着面粉的鼻子上亲了一口。遵命，我的女王陛下。财富、权势、复仇，这些东西在这一刻都变得不再重要。我只想抱着我眼前的这个女孩，给她做一辈子的饭，看一辈子的笑脸，重生一世。我用2亿买断了和过去的纠葛，却没想到最终赢回来的是整个世界，一个有她的世界。枕头下的童话书，死罪收藏的幸福，少年的我想倾诉什么感触？以后你会懂的。刘禅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但朕希望你以后永远都不会懂。辛弃疾皱着小眉头，晃了晃脑袋，更不懂了。那就不说这个了。刘禅重新将辛弃疾抱起来，笑叹：这孩子可比朱熹可爱多了。你说想上战场杀敌，保家卫国，朕问你，你知道怎么才能打胜仗吗？父亲说，听元帅的就能打胜仗。辛弃疾脆声道：这话确实没错，听彭举的肯定能打胜仗。刘禅扭头看向李清照，眼中满是期许，于是朕想把他带进宫中，教他兵法，你看如何？李清照摇了摇头，似笑非笑：陛下不是一直抗拒御驾亲征吗？你还懂打仗？朕是不懂，但朕可以让别人来教啊。刘禅理直气壮，彭举将要班师，等他回来，让他亲自教辛弃疾兵法，岂不是再好不过？这个恐怕不妥。李清照趁机将辛弃疾重新揽回怀中，细细解释：元帅回来之后，还要处理朝中政务，总不能天天往皇宫跑。再说了，辛弃疾年纪还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太早习武容易伤到骨头。陛下，你也不希望自己的公主将来嫁给一个矮子吧？刘禅脑海中瞬间闪过众人描述的曹操身高，还有父皇曾说过孙权上长下短的模样，二人都算不上高大，当即点头：朕确实不希望他习武伤了骨头。可居士怎知早习武就会伤骨？不是有好多将军都是从小习武的吗？那都是编的。李清照笑了笑，是老身在古籍上看到的说法。您看岳元帅也是少年时期才开始习武，如今才这般英俊雄伟，当然仅次于陛下。为了把辛弃疾留在身边，李清照不惜昧着良心说句恭维话。前半句朕不确定真假，后半句倒是一点没错。刘禅开心地拍了拍肚子，满脸得意。彭举虽是人中龙凤，但怎比得上朕这真龙天子？也罢，那就先把他放在你这，等彭举班师回来再说，反正也不差这一时半会。陛下圣明，我觉得你们应该问一下我愿不愿意。辛弃疾忽然撅起嘴，满脸不开心，就这么被你们2个人商量好我的事。我是小孩没错，但我有自己的想法。刘禅和李清照皆是一愣，相视一眼，心中暗道：这小孩倒比想象中更有主见。好啊，那你说说，你想在哪？刘禅笑着问道：我想留在这，等元帅回来后再说别的。刘禅怀疑自己听错了，挑眉道：我们刚才商量的不就是让你留在这吗？你怎么还重复一遍？就是你们刚才说好的，难道是让我跟你走？辛弃疾眨了眨眼：不是啊，明明是让我留下来。对啊，朕记得也是这样。刘禅愈发疑惑：那你为什么还要重复一遍？因为我不想听你们的决定，我要自己做决定。辛弃疾挺起小胸脯，一脸执拗：还挺有个性的嘛。李清照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瞬间懂了他的心思，转头对刘禅道：陛下，他的意思是居士别说了。刘禅赶紧打断他：朕刚刚有点明白，你再解释，说不准朕又糊涂了。好，朕知道了，你之所以留在这，是你自己的要求，和我们2个半点关系都没有。辛弃疾重重点头，小脸上满是雀跃：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个意思。刘禅无奈地摇了摇头，心中暗自感慨：真不明白这小家伙怎么搞得懂这些，朕刚才差点都没想通。就在这时，
一道带着疲惫的声音从院外传来：“居士，我回来了。”是李修缘。他回来了，那朕也该回去了。刘禅说着，便要迈步出门。李修缘刚进院门，见刘禅在此，虽满脸倦意，还是强打精神上前行礼：“臣李修缘参见陛下。”起来吧。刘禅摆了摆手，打趣道：“怎么样，太后有没有赏你什么？”李修缘重重叹了口气，苦着脸道：“太后赏我，明天接着去讲经。陛下，臣可以请个假吗？臣明天肚子痛。”李清照见他兴致低落，连忙走上前关心道：“你好歹明天再说嘛，怎么了？太后为难你了，还是你生病了？”太后没有为难我，她很热情，可问题是她太热情了。李修缘满脸苦涩，开始倒苦水。一本《金刚经》读完，太后问了我几十个问题；一本《心经》读完，又是几十个问题；《法华经》《地藏经》皆是如此。太后问一个问题，只需短短一句话，我回答起来，最起码也要几百字啊！臣严重怀疑太后在北边憋疯了。反正今天太后的宫殿几乎就没安静过，臣来的时候，太后还在那叭叭说个不停。她将自己的遭遇和盘托出，又道：“陛下，说句实话，臣父亲让臣跟在您身边的用意，臣也清楚，无非是让臣放弃佛家，投身仕途，为国效力。虽然臣也明白这个道理，可对佛教终究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现在好了，和太后说了这么久，这份情感已经淡了许多，估计再来几天，臣对她就只有恨，没有爱了。”刘禅同情的干笑两声，拍了拍他的肩膀：“这种情况朕也深有体会。可是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总不能让朕入吧？你就辛苦辛苦，朕准了。”他抬手揉了揉李修缘的脑袋，这次高度刚好合适，又道：“不过呢，你可以带着大和尚、老道士一起去。太后再能说，也只有一张嘴，怎么可能比得过你们几个？加油，朕看好你们。”说完，刘禅根本不给李修缘继续开口的机会，扬声喊：“忠贤啊，天色不早了，我们回去吧。”“遵旨，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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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修缘连声呼喊，刘禅却装作没听见，快步走出了院落。李清照看着李修缘生无可恋的模样，忍不住笑道：“别叫了，陛下不会搭理你的。”他说着，也学着刘禅的样子拍了拍李修缘的脑袋：“别说，手感还真不错。若是天气热就更好了，契机你也来试试。”李修缘不耐烦地甩了甩脑袋，问道：“陛下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李清照愣了愣，回想了一下，陛下今日似乎什么正事都没办，只是和辛弃疾聊了许久，心中竟莫名生出一丝醋意。难道辛弃疾在陛下心里已经比我重要了吗？他轻咳一声，淡淡道：“一些国家大事而已，你要听吗？”“不聊。”李修缘头摇得像拨浪鼓，满脸疲惫，今天不想说话，也不想听任何人说话，耳朵疼。第314章，完颜亮的小爱好。金国近来的氛围压抑到了极点，原因再简单不过，屡战屡败，国土沦丧，这般境遇换谁都无法心安。辽阳府中，四太子完颜宗弼，也就是金兀术，再次临危受命，执掌兵权，准备防御随时可能北上的宋朝大军。韩常，说说宋国大军的当前形势。金兀术揉了揉眉心，面色凝重。一场场败仗打下来，他早已认清现实，自己绝非南边那群宋军将领的对手。别说岳飞、韩世忠这两位主帅，便是他们手下的张宪、岳云，他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更别提西线还有几位能与二人比肩的宋江。可他别无选择，纵使在岳飞眼中自己或许不值一提，但放眼金国，也唯有他还能入岳飞的眼。换做其他将领，怕是岳飞连看都不会看一眼。哎，被人从长江边一路追到长城外，这滋味真不好受。韩常躬身回道：“元帅，岳、韩大军兵合一处，如今受困于天气严寒与后勤补给，目前已准备班师回朝。元帅不必泄气，等来年草茂马肥，我军再与宋人在平原上一较高低。他们毕竟马少，只要能抓住其失误，杀败宋兵，并非难事。”咳。金兀术轻轻咳嗽两声，语气中满是无奈，说得轻巧。他们马少又如何？差距再大，还能比2年前更大吗？当年铁浮屠，拐子马天下无敌，暴打宋兵，最后还不是陨落于岳飞之手？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结。事到如今，也只能希望有奇迹发生了。谁能想到，纵横天下的大金铁骑，如今竟要学着防御作战。见众人皆将目光投向自己，金兀术挥了挥手：“没事，你继续说。另外，西线的形势也相差无几。”韩常继续道：“武陵、刘乙、李显忠所率宋军同样受困于天气与后勤，暂时按兵不动。但我大金部队如今只能龟缩于山西一地，西有刘乙部虎视眈眈，东有岳飞留下的驻守部队牵制，周转不得。”韩常虽未明说，但殿中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就算宋人碍于冬季损耗太大，暂不进攻，等到来年开春，
宋军拿下山西，将东西战线连通，不过是易如反掌的事。哎，记得当年我们随四太子搜山捡海捉赵构，宋人见之如见天神，何等威武！一名老将感慨道：“20年过去，竟落得如今这般田地，恍如隔世，这巨大的落差真不好受。”金兀术心中也有同感，但他的理性让他迅速冷静。过去的事终究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挡住岳飞明年的进攻。说说吧，你们都有什么想法？岳飞最快明年便会来攻，该如何阻挡？他走出座位，缓缓巡视着殿中这群和自己一样屡战屡败的将军，心中暗自思忖，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被宋人打怕了。元帅，要不咱们趁机出兵吧？一名将军突然提议，眼中闪过一丝急切。没错，我们虽是吃了败仗，可这也会让岳飞大意，以为我们只会龟缩不出。既然如此，为何不趁他班师之际出兵偷袭，打他个出其不意？这番话别说金兀术，就连韩常都听不下去，皱眉道：“阿赖将军，你怎会觉得岳飞会大意？岳飞是什么样的名将？